为了取悦美国，泽连斯基决定得罪中国企业。乌克兰选择强制国有化马达西奇，实则它是一步臭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本期中诚 Talk。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泽连斯基为了取悦美国，决定得罪中国企业。就乌克兰方面决定要将马达西奇、扎波罗热变压器厂等富有战略价值的企业强制国有化一事，我此前也曾经聊过，表明这是乌克兰的国家战略和决策，我们不好置评。但是乌克兰方面这一举动很明显损害了我国企业的利益，中国企业多年来收购马达西奇的进程将被强制中断了，而且我国企业持有的马达西奇的股份也恐怕将成为一笔坏账。基于此，我国一家企业明确就此事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乌克兰政府将正常的商贸行为政治化，反对乌克兰强行国有化马达西奇，掠夺中国投资者合法权利与权益的无耻行为。可以说，仅从无耻两个字便能看出，乌克兰这一次是彻底惹怒了我国这家企业。这么看来，即便泽连斯基决定国有化马达西奇等战略企业是乌克兰的国家战略和决策，但由于这一举动损害了我国企业的利益，所以就和我国挂上了关系。在这里，我也就和大家聊一聊乌克兰方面为何要这么做，这样做又会有什么后果。泽连斯基选择这么做，主要还是乌克兰在这场俄乌冲突中的损失很大，泽连斯基就想以巧取豪夺的方式维持同俄罗斯的对抗。但是国有化这些战略企业根本难以帮助乌克兰对付俄罗斯。实际上，泽连斯基这么做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想讨好美国。就连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都认为，乌克兰三番两次给马达西奇收购设置阻碍的原因，就是为了取悦美国人。毕竟，马达西奇的发动机技术和生产线对于中俄两国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而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则以对乌克兰援助为砝码，逼迫乌克兰政府在马达西奇事件中选边站队，千方百计阻挠中国企业对马达西奇的收购，实则就是想借此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泽连斯基如今宣布将马达西奇国有化，就是在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而且是一劳永逸的打压，因为马达西奇都被乌克兰国有化了，我国企业还怎么去收购呢？最为关键的是乌克兰将马达西奇公司国有化之后，我国企业拥有的马达西奇公司的股份，我国投资者此前为了收购马达西奇所花费的全部投资，可能都打了水漂。也正因如此，我国企业才会非常愤怒。乌克兰政府此等举动简直是无耻。不过，尽管泽连斯基为了取悦美国，决定得罪中国企业国有化马达西奇，但这也可能是泽连斯基的一步臭棋。原因很简单，我国大概率不会眼睁睁地看到企业受到损失却坐视不管。乌克兰如此对待我国企业的后果，很可能就会因此得罪我国。那么乌克兰得罪我国会有一个什么下场呢？这真的值得泽连斯基好好掂量掂量。毕竟我国一直在俄乌问题上保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这已经让美西方国家紧张不已。倘若乌克兰执意要同我们把关系闹僵了，那么其必定会面临更艰难的局面。好，各位网友，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